这是加拿大国会山对面的礼堂，正在舞台上唱着革命金句的就是这期节目的主人公老吕。他出生在60年代，经历了上山下乡，后来读了大学，去北京做了翻译，在下海浪潮中去了深圳，靠着踏实肯干加上时代的红利，他顺利地挣到了人生的第一桶金。爱折腾的老吕在50多岁的时候远渡重洋，来到了加拿大萨省经营农场。最高峰的时候，他的农场面积有1600个足球场那么大。闲不住的他，在农闲的时候还会来到渥太华搞装修。这次他来到渥太华收拾东西，我有幸和老吕做了一段时间室友，于是就有了这期节目。每个故事写下了希望。Here's where I stay, this is where I'm strong. 那么你为什么会选择来到这里生活？你老家是哪？佳木斯？黑龙江佳木斯。佳木斯是靠边境了吧？是吧？对，佳木斯是市管县嘛，它那个下边有个抚远、饶河、同江。这3个县呢都是属于边境县，尤其是抚远和同江，这个同江都是跟俄罗斯一河之隔。那您从小就在那个佳木斯长大的？佳木斯出生，佳木斯长大，长到20多岁，我看看啊，27岁离开佳木斯，就开始一路啊，你看。哈尔滨、北京，这儿那儿一直到南，又跑这儿了。那你读书都是在佳木斯？27岁，那你大学也在佳木斯？在哈尔滨，在哈尔滨上学，然后在哈尔滨工作了一段时间。因为我不当翻译嘛，小时候年轻的时候就那时候缺日语，懂日语的人，我要学点日语。啊，你大学的时候学的就是日语啊？大学学不是日语，是学的是经济类的。日语呢，严格来讲算是自学啊，不是英语，不是日语专业的。但是参加过自学考试，然后呢，评定职称啊，当然翻译之后评定职称，跟工程师是一个系列的。助理翻译就是助理工程师，就跟那教授助教一个道理。然后逐渐一点点上到这个助理翻译，然后到翻译，然后到复审译，到审译，就是跟这个教授主治医生都是一样，就名称不一样而已。然后这个年轻的时候就应该说就吃了这个翻译这碗饭了。到了年龄大了之后就。年龄大了，当翻译不合适了，跑来跑去。那你后来在哈尔滨工作好好的，后来又去了北京是吧？那个时候我刚才不讲，他所谓的人才啊，他急需。这个咱们国家他是为什么日语人才稀缺呢？就是文革前到文革后这段时间没有，咱们国家这个就没有培养日语专业人才。有一点呢，就北一外、北二外呢，就是特别少。再一个就是洛阳军事学院的培养军事人才，就是社会当中民间的这个日语人才比较少。所以到处都需要，那时候跟改革开放跟日本关系都挺那个热闹的，需要就借用帮忙嘛，借着一看不错就留着吧，事儿太多老跑来跑去也麻烦，所以就留到北京了。国家部委也好怎么也好，就是在北京工作一段时间之后呢，这个深圳那边呢成立一个很大的一个这个日资企业，当时是全国最大的中日合资企业。那也大量需要人才，我说那就接着跑吧，跑深圳啊，结果到深圳一面试，我说可以先来吧，啊，就在定到那儿了啊。您在深圳待了多久啊？包括现在我也是深圳人，深圳户口，深圳车牌，深圳驾照啊，劳保也是深圳开，社保也是深圳，都是属于医保什么都属于深圳的。咱这就是深圳的，然后从深圳又跑到这儿了，咱算半个老乡了，我也是深圳户口，是吧？深圳交的社保啊，对。这个那时候年轻啊，就深圳热火朝天啊，是，干的都比较来劲儿。你在深圳是哪几年？我是89年去的，那绝对是第一批淘金了吧？也不算，其实最早的是83、84的时候，这再早的话呢更早了，就是83、84开始去的人多了。深圳真正起步应该是87、88、89、90开始，尤其是小平南巡之后。这个树呢，只要是街边市政的街边路边的树啊，那就得由市政指定的那个专业公司啊，而且还得去申请，还得批准。一般根据我的经验所知呢，是超过35公分以上的树呢，都得进行申请。像它这个树应该是35公分往上了吧？
这个呢，实际呢怎么说呢？规定是这样，但是有的时候呢，也没有人来给你去测呀、量啊什么的，就是根据你自己心里掌握呗。因为那个树刚才我量了一下，是接近35，超或者有你要是它不是正圆形嘛，椭圆形，宽的地方超过35，不宽的窄的地方呢，那个小径那边可能就不到35，所以这个呢就是怎么说，你就弄了，反正没有人轻易的没有人检查，你自己心里有本账，超过的你自己不能乱砍。那像这棵树人工砍下来要得多少钱啊？这个树根据我的经验来讲，起码要1000块钱，1000多刀啊！你以前干过这工作吗？我直接没干过，协助别人干过。哦，1000刀。跟别人参与过。我这看啥好玩就愿意掺和。我们那原来有个搭档，他是砍树的，我说过去看热闹呗。有些人是有情怀，有情怀也是要赚钱，是吧？有些人是没情怀，是吧？叫野蛮人。你不管他是野蛮人也好，是情怀人也好，我在你的访谈时候我说过，用个文化俩字修饰一下，就有文化人，是吧？所谓文化人呢，是把赚钱作为一种文化，装饰的好看一点，但是实际就是情怀。比如说我为什么干农业，以后你要搞专题，我可以跟你讲为什么干农业，实际就是情怀。因为我爷爷那辈儿就是大地主，我爷爷经常给我小时候，我是我爷爷跟毛主席一天去世的，所以我记得他是。他还比毛主席大了几岁。76年那时候我已经18岁了，都懂事了。在那之前，我爷爷经常讲，过去有多少车，多少地，那个东北话叫劳境，劳境就是劳工。那个人按照那个咱们当时这个阶级成分划分的话，就是个大地主。但是我们家呢，我大爷、我爸、我叔叔都是参加革命了，又都是还有一定的地位。是吧？而解放前参加的，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呢，后来呢，当然我们家的这个我大爷、我爸、我叔都当兵了之后，把这个地都没人干了，就分呗，都分给农民了啊，提前分给农民了，这很聪明啊，提前分给农民，因为我那个时候我大爷、我和我爸爸他们也讲也是提议比较激进的，为什么参加革命？就是要杀富济贫嘛，打土豪，那咱们家怎么能还这么的把地都分了算了？所以呢，在阶级成分划分的时候呢，考虑到我们家情况，就划了一个富裕中农。你要说贫农的达不到。所以说，不管是地主变成富裕中农也好，最后变成个贫农也好，他都对家族历史上有农地、有土地的这么个情节。这是一个情节。我第二个情节呢，是我高中毕业之后，1976年呢是下乡上农场。那76年下乡还没结束呢。最后一批下乡，76、77是最后一批。我们的那个黑龙江农垦啊，那一望无际大农场，开的大链规东方75的拖拉机，大链规事儿的，从早晨跑到那头到地头吃2个馒头，喝点水之后再往回开，是吧？有连队去送餐送到那地头。后来老操纵手架着不舒服啊，那老农工就有经验，弄个树枝子弄棍儿前后一绑，你不管他了，他一直跑去吧，是吧？你就可以稍拐拨弄一下。但是呢，有了那种一望无际、广阔无垠那个春天播种整地，然后到秋天那个收获那种喜悦心情，这也是个情节，是吧？还有一个，要如果最后往上靠的话呢？这个我有一段时间下海了之后呢，跟日本人合作搞个企业，给他们做这个饲料原料的加工出口，也经常往农场跑，因为我在农场待过，农场农村把这个粮食从大车小辆给收了之后，经过一些简单加工，然后装集装箱，大船一装弄到日本去，然后日本请我们去到工厂参观访问，最后做了产品之后看卖到哪儿，参与的整个这些有这么3段。这个跟农业叫3农农业，这个农村农民有联系的这么一段人生经历，所以我对农这块有情节。你看矫情，这头有点黑，就去这头，不去那头，不好看的那边给剪掉是吧？对，留好看的地方。其实没人看，就是自己矫情这个非常安全，非常重要。
这个手啊，有人就把手干掉。讲究啊，看这个搁外边，你知道为什么这个搁外边吗？啊，哎，有个圆弧，你看，看着舒服点啊，都是有讲究的。哎，讲究。你就明白了，弄完了就是这种效果，你觉得怎么样？可以啊，你是非常结实，很结实，没事上睡觉都行。这还一层，完了这一会儿人呢，底下一层，对，上面一层，底下层为什么底下层一会儿活的？为什么它是有很多这个机器？你看，剪草机、除雪机、这个高压清洗这个机那个机，往里放的话，我就不当板了，往里放，对啊，所以这底下放个活板，这挺好的，这给房东省了不少空间呢。对啊，这规矩嘛。是。你在国内就会干这些事儿吗？还是说来了学的？在国内没干过，这就来了学的。到这儿来是这样，干农场，我是干农场啊。农场那什么事儿都得自己干，拖拉机也多，农机也多，设备也多，什么都找人干的话，一个是花钱，第二他来不及，再说也是爱好。反正我是从小在鼓捣东西，喜欢动手。曾经啊，很小的时候，应该不到10岁的时候，就把我们家的收音机给拆掉。然后呢，那个我到了10几岁的时候，我爸给我买个自行车，我把它拆的不能再拆，那个齿轮里的小滚珠都把它拆开，再把它装回去，乐趣。男孩都爱干这个，拆了之后很多人装不回去了，你这还能装回去？不是，你记着点啊。现在拆东西，我在农场的拆了一台车，我那个他当时摄像机。从头到尾给它录下来，然后按照摄像机再给它装回去啊，这很聪明。这就是没事干游戏，有人爱钓鱼，有人爱干这，有人干那，你就没事就干这些玩意儿，就爱拆东西。因为农场它是那么回事，你不春耕忙一阵儿，然后夏天管理弹药啊什么施肥忙一阵儿，秋天收割卖粮忙一阵儿，平常没事干。这个当地洋人农民呢就开着房车，一家大小就溜达玩去了。我呢是没那习惯，我说就鼓捣这玩意儿吧，旧农机、旧拖拉机，全是。所以到这边没事干，我说这怎么办啊？正好有个朋友搞装修，说你来帮忙吧。头3天是帮忙，后来看哎你挺会干的，你跟着干得了。我说反正行，干就干吧，又能挣点小钱。哎，从干这活开始有一条改变哈，加油从来不在乎多少钱，爱多少钱。为啥呀？是。每天有钱进呢，不在乎。是，这边装修其实挺赚钱的，1小时。你那时候干是哪一年啊？哎呀，我是16年、17年过来，17年、18年开始。现在时薪应该就20往上了，也就是我说最入门的基础工，你如果有点技术可能更高。我当时跟一个朋友，那是老乡啊，他说我说不要钱，我说帮你忙，跟着工地看着玩吧。他做那个代课，我跟着看。头3天真没要钱，但是他管顿饭吃啊。后来他一看，哎呀，你这手板也行，我这也缺人。我心里话，农场那么大规模农场，我都自己干了，有啥不行的？结果他一看我还行，说行了，这活交给你干吧。我说那得，咱这顾面子，这得好好干吧。所以干了之后，引来一些人围观。他一看这人干的挺好，所以说一个小区里头就出不来了。什么叫出不来？知道吧？这家看那家看，哎，你这还有这。我记得是有一年是一个小区里干了6家，Fans 和 Deck，就是这家干完那家那个。所以我跟他们讲，我说我个人行为，我愿意玩，我这是玩钱，朋友钱咋说呢？我跟房东经常讲，既要讲究市场规律，又要讲究点哥们儿情谊，是吧？你说一点情谊没有，你这活我不想干我就不干，给我多少钱我不干，有点情谊，你们有事我帮忙，但是帮忙不能白帮，是，对吧？别人呢，假如说这个做代课哈，假如材料是1000，假如说材料1000，那他七七八八这算那算的话，到其他的费应该是2000，加起3000。我就不这么算，材料费1000，我一天200块钱就行，那我8天完那就1600。OK， 简单。是啊，对，咱干活还细。对，有很多人问我，你保几年？我说只要我在这儿，你电话能找到我，我永远管。这售后咱有服务意识嘛。所以我说我这边活多就在这儿，有人说忙不忙？我说哎呀，我要干的话365天，我一天也休息不了啊。但是现在也不干了，65岁从去年开始退休不干了，也不是彻底不干，一年干那么1个2个都是朋友认识的熟人。这前2天有人跟我说地下室你帮我装装，我说不干。说你冬天干地下室不正好吗？
我说我不回家过年去了，休息了。现在就是已经是过退休生活了，是吧？退休生活，过年回老家跟家里人过年。平时呢，种地种菜的时候，萨省种地种菜，也种庄稼。然后呢，秋天之后呢，到渥太华，离闺女近点儿，时不常看一看。然后这里边忙里抽闲，旅游。去年我一个人跑到欧洲转了一圈，背小包一个人，连行李箱都没拿。所以今年我说得约几个人，今年去不成了，明年吧。明年约几个人，一起去这个欧洲再去转一转去。你这是先开到萨省去？对，开几天呀？看路况吧，路况要好的话，4天。路况要不好的话，那就没可能。但是计划是6天。走走停停。OK， 那每个节目最后呢，我都会问一个问题，就是你为什么会选择来到这里生活？来哪儿？来加拿大是渥太华？这里的话，你可以理解为加拿大，你也可以理解为渥太华。就是你为什么会选择从中国搬到加拿大，又为什么选择最后来到这个渥太华这个地方呢？这个说起来有点复杂，简单点说啊，简单的说，这个跟每个人性格有关系。我这个性格在哪儿啊？待长了觉得烦躁，所以就愿意活动，愿意换地儿，换个环境，什么都换。所以我来加拿大主要原因就是我想换一个地方生活，啊，换一个活法，换一种环境，就来到加拿大。因为在之前对加拿大呀，对其他国家有过了解，实话实说，加拿大移民容易办点那个时候。你看，如果美国容易办，咱去美国了；欧洲容易办，去欧洲了。当然，我原来是想去日本，他怎么弄都不行。后来加拿大比较宽松，我到这考察一圈也不错，挺好，方方面面，考察2次。我说那来吧，到这个地儿，你不能越挪越那个往下走不行啊。我一看还不错，挺好，就来到了加拿大。怎么来的渥太华？这个呢又有点意思。我的女儿原来我们在萨省啊搞农场呢。他在这待了几年，长大了之后呢，觉得农村不好玩，要进城。那我就领着他之后，把全加拿大的城市全转一遍，多伦多、温哥华呀，就所有大城市吧。最后决定落在渥太华，原因很简单，一个国家的首都啊，经济、文化、科技、政治方方面面的中心。但是当时来的时候呢，这个城市规模我挺喜欢，不是像多伦多那种无限大啊，像国内大城市那样不大，但是呢又不像里加纳那么小，基本功能也都行，而且社会治安也好，也肃静。这边的人的这个人员的构成比较好，绝大多数呢是在政府啊、科研单位啊、什么机关呐、什么就是这样的比较多，也就是科技人员、知识分子或者政府工作人员比较多。然后呢，社会闲散的乱七八糟事儿比较少。我觉得这个环境也不错，这个气候也挺好，生活呢也成本也还能接受，就选择了渥太华。好的，就这意思。好，明白。好，那今天采访就到这里，好，再见。好，再见，谢谢。